小安今年4岁，生活在澳大利亚一个安静的小镇上。他是一个可爱的华人小男孩，浓眉大眼，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但却很少与别人对视。每天早晨，小安总会反复地摆放他最爱的玩具小汽车，一辆一辆排成整齐的队伍。如果有人轻轻挪动了一个位置，小安的情绪就会崩溃。他无法用语言告诉别人哪里不对，只能用哭声、甩手，甚至撞墙的方式表达心中的不满。他不太说话，也很难用语言表达自己的需求。有时他会突然发笑，有时则沉浸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对周围的声音和人群毫无反应。小安不喜欢陌生的环境，也抗拒身体接触，即使是妈妈温柔的拥抱，他有时也会迅速挣脱。小安对声音非常敏感，风吹树叶的声音，马路上的卡车声，有时候都会让他捂住耳朵，躲到角落。他也害怕超市里突然的广播声，因此妈妈几乎不带他去人多的地方，取而代之，妈妈会带小安去家附近的小公园玩，那里是小安唯一能安心探索的天地。在那里，小安不玩滑梯，也不和别的孩子一起玩，他只喜欢在沙地上挖小坑，观察蚂蚁的路线。小安有着非凡的专注力，有时会坐在长凳上，看着被风吹动摇摆的树枝，一看就是整整10分钟。小安也能记住公园里每一条小路的方向。他不善与人交流，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感知着这个世界。小安的妈妈 Grace 告诉我，小安是一个自闭症患者。Grace 说，小安不爱说话，却会突然哼起他记得的旋律。有一次在公园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唱起了他在电视里听过的一首儿歌，调子准确的像个小歌手。Grace 说着说着，眼睛就湿润了。不过他知道，小安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和这个世界打交道。小安只不过是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小安其实并不孤独。2022年，澳大利亚约有29万多人被诊断为自闭症患者，占总人口的 1.1%。而根据澳大利亚最大的自闭症专业机构 Aspect 的估计，实际比例约40个澳大利亚人中就有1个自闭症患者，是世界第3多的患者国家。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通常在儿童3岁前出现症状，影响个体的社会交往、语言沟通以及行为方式。由于其表现多种多样，因此被称为谱系障碍。自闭症的表现因人而异，可归纳为社交障碍、沟通困难、兴趣狭窄和行为刻板、感觉处理异常等等。自闭症本身不是可怕的疾病，而是一种不同的大脑运作方式，但如果缺乏适当的干预和理解，其带来的社会挑战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学习、工作、生活、人际关系，甚至安全。近年来，自闭症的确诊人数显著上升。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2023年的数据，美国每36名儿童中就有1名被诊断为自闭症，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范围内，男孩的患病率是女孩的4倍。自闭症目前是无法根治的，但是通过早期干预和个性化支持，还是可以显著改善其生活质量和社交能力的。虽然很多自闭症儿童在干预后取得进步，但成年后会对患者造成不少的挑战，例如就业困难、社交孤独、心理焦虑、抑郁、独立生活能力有限等等。尽管有些自闭症患者获得了高等教育，甚至事业成功，但仍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包容。自己承认有自闭症的世界首富马斯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尽管拥有不凡的工作能力，但仍不善处理人际关系。最近在美国白宫工作时，得罪了大部分白宫的内阁成员，并在离开白宫后，又和曾经的好友总统特朗普闹翻了关系，并且反复几天后，马斯克又发文认错。这一系列在普通人看似如此不成熟的社交操作，却是自闭症患者的必经之路。自闭症具有高度的遗传性，双胞胎研究表明，同卵双胞胎中有1人患自闭症，另一人患病的概率高达 70% 到 90%。 目前研究发现，超过1000个基因变异可能与自闭症有关，
这些基因在神经突触形成、神经可塑性、神经元迁移等关键通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这些有问题的基因其实是神经系统中最为活跃、最为复杂的关键神经。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与自闭症相关的基因在正常人群中也普遍存在。例如，某些自闭症风险基因在父母身上只表达出强记忆力或专注力，而不会像他们子女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自闭症特征。也就是说，这些自闭症风险基因并非一定有害，并非一定会造成自闭症出现。这些基因是一个双刃剑，当神经系统发育适当的时候，可能会赋予人们有一些特别的优势，例如高智商、高逻辑推理能力、有艺术或数学相关天赋等。但一旦相关神经发育过度，就会导致发育失去平衡，形成自闭症表现。近年来的神经影像学和脑科学研究显示，自闭症儿童在大脑结构与功能连接方面与神经发育正常的儿童存在着显著不同。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在大脑某些区域呈现过度连接，而在另一些关键区域则连接不足。例如，大脑的视觉皮层和听觉皮层过度连接，这导致自闭症儿童对感官刺激异常敏感，比如看到闪光、听到突然发出的声音，感到焦虑，甚至情绪激动到崩溃。与此同时，控制社交与情绪的前额叶皮层与信任之间的连接较弱，这导致自闭症儿童难以理解他人情绪，很难做出适当的社交回应。镜像神经元系统是人类模仿、理解他人感受和学习的重要大脑机制。在自闭症儿童中，这个系统活跃度很低，使得他们难以通过观察他人来学习行为或者理解别人情绪。例如，普通儿童看到别人跌倒时会自然表现出啊，好痛的同理心反应，而自闭症儿童可能会没有反应，或者是表现出冷漠。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情冷血，而是神经系统接收和加工处理别人情绪能力偏低。自闭症的儿童小脑发育异常，小脑在运动控制、语言节奏和注意力等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自闭症儿童会表现出语言发展迟缓，说话节奏不自然。Hosting Saturday Night Live. I mean that. Sometimes after I say something, I have to say, I mean that. So people. 你听听马斯克讲话，就会体会到典型的自闭症讲话节奏。另外，自闭症儿童的动作协调能力差，如跳跑困难，经常摔跤跌倒，而且他们的注意力维持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群体活动中会经常中途离群等等。这些神经机制差异构成了自闭症儿童独特的大脑运行方式。那么，为什么自闭症会存在于人类的基因中呢？难道它不应该在自然选择中被淘汰吗？在达尔文进化论中强调，自然界会存在广泛的基因多样性，也就是说，一些变异的基因可能在某种环境下是不利于生存的，但可能在另一种环境中会具有生存优势。变异是进化的动力，基因是通过变异来实现基因多样性的。生命也难以预测周围生存环境会怎么变化，所以基因多样性是确保拥有不同神经结构与认知风格的个体来应对不一样的环境。自闭症就是人类大脑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变异，是一种神经多样性的表现。神经的多样性能帮助人类分别适应不同的生存情况。例如，有些人善于社交、表达、组织他人，适合做领导或者协调者；有些人则安静、专注，对细节极度敏感，更适合做观察者、制造者、记录者。而自闭症个体的思维方式虽然与一般人不同，但是他们高度集中注意力、异强的记忆能力以及对规律和结构的敏感，在很多情况中是具备生存价值的。在一个远古的部落里，有一个小孩叫阿什，他不喜欢与人交往，喜欢静静地观察四周，活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但每次阿什跟着大人到森林里打猎或采集野果时，
他总能精准地记住哪一棵树什么时候结果，哪一种蘑菇有毒，哪一条路通往水源等等。阿什的敏感神经系统能敏锐地感知到周围事物的微小变化，他那超强的记忆力能记住植物生长的每一个细节。虽然他不喜欢与部落的人篝火狂欢，人际关系差，但是他独特的才能为整个部落带来了更大的生存几率。剑桥大学心理学家西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系统化与同理心的两种大脑能力分化理论，用来解释不同大脑在进化中的角色。系统化大脑是擅长于理解规则、因果关系、抽象系统，如机器、数学、逻辑，而同理心大脑则擅长识别别人的情绪、意图、语境，适合社会互动和群体协调。西蒙研究认为，自闭症患者有远超常人的系统化能力，而同时同理心能力相对低下。这种自闭症脑结构的进化，正是因为人类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精细，因为大脑的系统化能力被生存高度需求而被大自然选择保留了下来。在远古的狩猎采集社会，自闭症特质只是小众中的宝贵基因，而到了现代社会，这类基因大大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18世纪工业革命涌现出了大量对系统、机械、数字极度痴迷的人，他们或许不善交际，不参加社交活动，却能够连续工作10几个小时，反复测试齿轮系统。他们的行为与高功能与自闭症特征高度吻合，成为工业化社会的时代英雄。一些人有极强的逻辑推理，对事物的兴趣大于对人的兴趣。正是具有这种极端系统化的思维人存在，大大推动了现代文明的发展。患有自闭症的阿兰·图灵在1912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从小展现出对数学和逻辑的浓厚兴趣。他在学校表现并不突出，但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厉害得不得了。从小痴迷数学、符号逻辑和机械装置，但图灵不擅长社交，经常独自沉思。长大后被同事评价为古怪、难以接近，但工作能力极强。他喜欢独自骑车上下班，极少和周围的人闲聊。他能长时间专注于某一个问题，直到解决。但是图灵用数学家思考公式的思维方式来处理社会关系。在当时的英国，同性行为被视为犯罪的情况下，他坦然承认了自己的同性行为，被指控犯罪。而图灵从未尝试过隐瞒，他的直接承认是自闭中典型的缺乏对社会境界的理解能力。这并非天真，而是基于他对诚实与逻辑一致性的坚持。二战期间，图灵被招募进了英国政府的密码破译中心，成功破解了德军使用的恩尼格玛密码。这项成就使得盟军能够及时掌握德军情报，极大地加速了战争的结束。有估计称，图灵的工作至少缩短了战争2年，挽救了上千万生命。另外，图灵几乎一个人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基础。2021年，图灵的头像被印在了英国50英镑的纸上，来彰显他对社会的巨大贡献。同样是有自闭症特征，还有孤僻不善交际的牛顿，童年语言发展迟缓，青年行为孤僻的爱因斯坦等等。这些自闭症患者虽然无法读懂社交暗示，却可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推手。2001年的初春，莫斯科依旧冰冷干燥。携带自闭症特征的埃隆·马斯克戴着一顶不合时宜的浅灰呢帽，站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条街道上，嘴里呼出一团白雾。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刚刚走出大学实验室的理工男，穿着牛仔裤，西装下面是一条白色的圆领衣，讲话生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寒暄，什么时候该谈正事。马斯克这次来俄罗斯想法简单，就是想购买2枚二手洲际火箭。他天真的认为，只要钱到位，苏联留下的旧火箭就会给到手。然而现实给了他重重一拳。在俄罗斯军工企业代表眼中，这个来自硅谷的年轻人衣着不符合场合，说话太直接，甚至有些傲慢。他不懂喝酒的时候要先敬老者一杯，也不懂开会的时候用双手递名片。
他甚至不理解对方为何在技术、价钱之外，还浪费时间反复提及什么合作精神和长期友谊这些与生意无关的话题。最后，对方顺便对他的态度表达不满之余，拒绝了马斯克提出的每枚800万美金的报价。开始先是拒绝，再漫天开价，准备等马斯克落地还钱的生意策略。没想到马斯克冷冷地离开了，没有多说一句话。在回美国的私人飞机上，同行者之一，也是后来 SpaceX 的联合创始人吉姆·坎特雷尔回忆说，他不是不生气，而是把所有的怒火都压进了笔记本电脑里。飞机降落后，他对团队说，我们不买火箭了，我们自己造。很多人以为他疯了。在那个时候，美国私营企业尚无成功发射入轨的火箭先例，更别说他是一个没有航空工程背景的互联网企业家。但马斯克开始疯狂地学习火箭知识，每天阅读数小时 NASA 的技术手册，研究燃料比、推进方式、喷嘴膨胀比。办公室里摆满了航空工程书籍、金属材料样本和手绘草图。他像一个被激怒的天才，夜以继日地推演着每一个细节，甚至为了理解一个化学推进系统公式，自己推导了一遍整个过程。在研发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离经叛乱的想法，用不锈钢做火箭外壳。最初 SpaceX 为星舰设计的还是使用传统的昂贵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作为主结构材料，后来在2019年7月采用了不锈钢星舰完成了试飞。这个决定最初受到了很多航天专家的嘲笑，在后来逐步证明了不锈钢的成本控制和可重复使用性以及热防护能力上有巨大的优势，成为了 SpaceX 以及人类航天史上最重大的技术突破。自闭症在很多时候被认为不正常，至于何为正常，人们常以主流标准来判断行为是否正常，但人类社会对正常的判断主流标准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环境、技术、制度、价值观的演变而不断的更新。在采集狩猎时期，人类依赖群体协作以及对抗自然的威胁、强壮的身体、对环境的高度敏锐、快速反应能力，这些被视为正常。能与族群协作、察言观色、建立亲属和部落关系是必要的社会生存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一个人过度地沉浸于内心，对外部的世界反应迟钝冷漠的话，他可能被视为不合群或不正常，甚至会被排斥而失去生存机会。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人类开始定居，形成制度以及等级、传统礼仪、宗教的一张巨大的网，把人们都绑在一起。能遵守社会规则、参与集体劳动的人被视为正常，而且王权和宗教的统治下，社会对个体的需求是听话、不出格、按本分行事。自闭症患者在这种强调制度、强调秩序的社会中，会因为难以适应仪式感或不擅长社会角色扮演，被排斥、被误解，甚至被排除在人群之外，失去资源，无法生存。到了工业社会，工业革命带来了工厂、时间制度、标准化管理、流水线作业、上班打卡、集中劳动等等，使得标准劳动行为变成正常化。工业体制需要大量听从命令、按部就班的劳动人员，服从领导指挥成为了社会的核心。这一阶段，反应迟钝、不服从、不善沟通的人往往被视为有问题。但也有部分高功能自闭症患者在重复性强、逻辑清晰的岗位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就如会计、数据录入员、质量检验工人等等。当人类社会进入了21世纪，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了社会结构的重组，个体获取知识不再依赖权威，而是依赖搜索能力与分析判断能力。被常规教育抛弃的自闭症患者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相应的知识文化以及技术技能。与此同时，很多创新型企业不再满足于只雇用听话的员工，而是寻求能够解决问题、有创意、极度专注和为兴趣奋斗的人才。例如 Google Cloud
在2021年推出了自闭症职业计划，为自闭症人才提供了特别职业发展支持。所以在现在，一些典型的高功能自闭者在人工智能、金融、数码编程、艺术创作等领域有机会发挥了他们所长，甚至获得了特别高的成就。随着社会的急速变迁，人们对正常的定义正悄悄地发生变化，从人缘好、善交际，慢慢倾斜到了思维能力强、有专长、有自闭特征的人中。拥有系统化的逻辑思维能力，有超乎常人的专注力和毅力，有对细节的特别敏感度，这些或许正是人工智能新时代的重要人类资产。信息社会需要更多的专注基因、逻辑基因、边缘型特别思维基因等等，构成自闭症的基因结构，正是为现在和将来的新社会模式而做准备的。那些曾经被歧视为不正常的自闭症患者，他们只是一群早于社会需求而到来的人。曾经有人说，自闭症小孩是来自星星的小孩，其实这些小孩是来自于地球本身的创新主人。他们当中有发明交流发电的特斯拉，有发明氢气的英国著名自然哲学家、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亨利·卡文迪许。亨利终身未婚，没有朋友，过着几乎隐居的生活。他的行为极度封闭，不与外界交流，仅用纸条和仆人沟通。他本人极少追求名誉，不争发明优先权，只热衷于实验与推理。他的大量研究成果，直到他死后才由别人帮忙整理出版，方为世人所知。既然自闭症患者拥有超于常人的思维和专注力，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自闭症的人都是天才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自闭症的孩子也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有些轻，有些重，每个人都不一样。例如，有些极其轻微的社交障碍，而有些却有所谓的严重智力和语言障碍。所以不是每一个自闭症的小孩都具备符合现在社会环境下所认同的天才技能。然而，语言能力和社交能力对自闭症的孩子至关重要。实际上，大多数自闭症儿童都有机会在适当的引导下显著改善语言和社交能力。语言和社交是人类最核心的两种生存能力。如果自闭症儿童缺乏语言和社交训练，将会面临更大的孤独、更严重的情绪困扰以及适应社会的困难。因此，越早介入，越加强科学训练，孩子就越有机会发展出基本的沟通与社交能力，从而拥有更有质量的人生。自闭症儿童的黄金干预期是2到6岁，这是大脑发育最活跃、神经可塑性最强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如果能通过系统的训练激发孩子的语言中枢、社交回路，就有可能在后续发展中追赶或缩小与同龄人之间的差距。美国国家自闭症研究所指出，2岁前干预的孩子语言能力发展速度比4岁以后才介入的孩子快2倍以上。我的朋友 Grace 的可二儿子小安，他现在被纳入澳洲的 NDIS 的服务计划。NDIS 是澳大利亚政府主导的为有需要的残疾人提供长期支持和服务的国家项目。小安接受每周3次的语言治疗与家庭训练，半年后他可以用3-4个词组成一个小句子。例如他会说，我想玩小车，我要吃苹果等短句。他能与父母进行眼神交流，而且由于能适当的表达自己，使小安的情绪失控爆发率从每天的5次下降到了每周1到2次。自闭症孩子语言与社交能力的重要性，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更像我们或者奔向成功，而是为了让他们能表达自己，和家人朋友沟通。尽管不是每一个自闭症孩子都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艺术天赋，但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社会和家人的支持下迈出与人沟通和社会沟通的第一步。语言和社交能力是孩子走向世界的桥梁，越早介入，越多练习，就越有可能点亮那个本来可能被误解或者是忽略的孩子。我们不期待他会成为下一个天才，只愿他们被理解、被尊重、被爱的人。如果自闭症小孩有独特的天才能力，更需要语言和社交能力的训练，并以此寻找和点亮孩子的潜力。英国人史蒂芬·威尔特西亚出生于1974年，
3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语言发展严重延迟，5岁前几乎不会说话。幸亏他在3岁时被父母送进了特殊学校，接受了特别教育，接受系统化的语言和社交沟通训练。在这干预的过程中，细心的老师发现他在画画时表现得特别平静和专注，于是鼓励他用画画来表达自己。同时，父母也鼓励 Stephen 在家里自由地画画。最终 Stephen 成功用画画来绕过语言神经和功能障碍，用绘画来与外部的世界沟通。Stephen 最著名的能力是只需要一次短暂的飞行观察，就能从记忆中画出整座城市的全景图，并能精确还原每一栋建筑的比例和结构。例如2005年，他乘直升飞机在罗马上空飞行了45分钟之后，在3天内用墨水在3米长的画布上画出了整个城市，包括圆形竞技场、梵蒂冈、街道走向，细节精密到窗户数量。他还成功绘制了东京、纽约、伦敦、迪拜、悉尼、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手绘全景图，作品极具收藏价值。Stephen 成为了著名的现代艺术家。2006年获得了英女王授予他的 MB1 勋章，这是英国平民艺术家所能获到的最高荣誉之一。Stephen 的成就包含了自闭症患者的艺术天赋，以及社会家庭对自闭症患者的关爱和提早干预的努力。自闭症患者的基因与正常人之间的基因差异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了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而演变出来的先锋基因，是人类基因进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我们都一样，而是因为我们接纳我们的不一样。自闭症的存在提醒我们，人类大脑不只是为正常的功能进化的，而是为复杂多样的功能而进化的。自闭症是人类大脑中试图跳出常规基因的冒险，是一种充满挑战也充满潜力的演化实验。每一位自闭症患者的基因都有可能是进化留给人类的一扇窗，有些窗通向艺术，有些窗通向数学，有些窗通向未知的未来。我们对待自闭症患者，关键不在于他们能不能像我们一样，而是在于我们能不能接受他们就是他们自己。自闭症儿童并非没有潜力，而是他们的潜力往往埋葬于常规教育与社会规则之中。他们需要一个不同的环境，一种不同的理解，一群愿意陪他一起前行的大人，让自闭症儿童都有机会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好了，谢谢各位陪伴我经历了这一次探索自闭症之旅，希望可爱的小安和天下所有的自闭症患者都能找到自己的天空，找到自己的幸福。我是33，希望你留言说出对自闭症的看法，关心这些来自于地球的自己人。请点赞和订阅我的视频，给我支持，让我继续用爱来关注这个世界，和大家一起找到世界的美好。我们下次再见。